这是一档沙雕大逃亡节目，需要选手扮演逃犯，只要坚持30天不被抓到，就能获得10亿元的天价大奖。而刁诈天幸运的被选中，成为了30名逃犯选手中的第22号逃犯。同时缉捕组一共有63人，人数是假逃犯们的1倍还多，每2人负责抓一个逃犯，即每20名警察就配有一个能力超强的缉捕组长。3位缉捕队长会通过天网摄像头以及各种高科技设备来锁定这些逃犯的位置，然后只要将手铐铐上假逃犯的手腕，就算他们缉捕成功。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由沙雕天团赞助，沙雕普法办和沙雕 TV 联合录制的大型综艺节目《沙雕大逃亡》第1季，我是主持人董律。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于兰。万众瞩目的《沙雕大逃亡》第1季正式开播了，30名逃犯将获得半个小时的提前行动时间，半小时后缉捕组就将行动，请导播把镜头交给前方记者。好，快跑，缉捕组来了。3带1，要不起。王炸！是我打开方式错了吗？这怕不是沙雕大休闲的直播现场吧？我看这22号就是个憨憨，规则都没弄懂，铁定第一个被抓住，简直浪费名额。选我上去啊，我肯定能找个地方窝上30天，狂拿10亿。谁说不是？有人都开始穿短裙扮女装出逃了，这位爷还在斗地主，我看他是在斗我。垃圾选手，我们走，都别看他了。恭喜宿主刁大天激活超级跑路系统，开启新手权益，奖励技能骰子1枚狗头面具无故。恭喜您获得6点属性点，可以自由加点，请自行选择。现在都没有人要靠2条腿跑路，毕竟车子是目前市面上最常用的代步工具，车子飞得快，别人就追不上。决定了，全加在车技上。已加点，目前车技提升至 I， 解锁专属特技开车锁。声望依然正在快速降低，刚才还是-17，现在已经-83了。这声望有什么用？怎么能提高？声望是非常重要的属性，可用来兑换各种道具及升级加点，只要获得直播观众的称赞，就能提高声望。如果有打赏，会自动折算成声望。准备时间到，缉捕组已经出发，请选手务必小心。22号小组，天眼已经定位，22号选手就在街边没有移动，他戴着一个狗头面具，请你们速速过去将其擒获。22号小组收到，我们已经到位，看到目标了，请石组长放心，他绝对跑不了。石雪飞曾经是一名英姿飒爽的警花，不过年初突遭变故，已经从警队辞职，如今被邀请来参加这档综艺。他是3位缉捕大队长之一，刁诈天就在他的缉捕名单之中。石队长，要恭喜你先拔头筹了，你们组居然出了个送菜的，跑都不知道跑，真是老天让你们发财。不好说，我看着感觉此人不简单，我看看他到底要耍什么花样。你们来的也太慢了，我让手机来说出我的心里话。快点吧，我等的话都谢了。傻屌，对方投降这么配合了，而且目前还在实况转播，我们也不好做得太狠辣，免得被网友喷。好，被耍了，你跑不了，我是我们小区的短跑冠军。看没看路？这条马路是你家的，别挡着我去薅羊毛，滚！不好，他要抢车。没事，要是在我这里，22号是个蠢货，把自己关车里了。拜拜了您，感谢给我送代步工具。这是一档沙雕大逃亡节目，需要选手扮演逃犯，只要坚持30天不被抓到，就能获得10亿元的天价大奖。拜拜了您，感谢给我送代步工具。都特么怨你，你没锁车门，让他抢了车。我锁了车门好不好？应该怨你才对，我让你早换辆好车你不换，开这辆都是毛病的老爷车，才让22号钻了空子。老子要是有钱早换车了，谁不喜欢开 BBA？ 我不是没钱吗？响应号召生了3胎，结果补课费、奶粉钱让我穷成了狗，否则我能来这节目组里打工赚钱。笨蛋，你们2个别吵了，在直播间让全国人看笑话。石队长，对不起。道歉的话，等你们抓到22号再说吧，现在听我指挥。你们马上借用一辆车，紧紧跟着22号，他在城市路段跑不了多远，我会让各大出城口的交警帮忙设卡拦截，而且他的车牌号已经上报交警队，交警会沿途拦截，你们只要盯紧了，他就是插翅也难飞。
22号牛逼呀，这样都行。哈哈，太搞笑了！路上那么多车，他不抢，偏偏去抢机补组的车，这脸打得啪啪的响。石大井花的队伍也不行啊，被22号耍得团团转，这波太溜了，我要打赏。只要油门给的好，捷达也能撑天骄。乍天开着捷达在道路上狂飙，很快发现后面有一辆车子丝毫不慢地追了上。敢在城市道路上这么飙车，铁定是那两个憨憨缉捕队员的车，这不是一个好消息。这真是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必须要做出绝妙的改变，才能避免被抓的命运。那咱们就比一比车技吧。看着老旧的捷达在路上狂飙，还有警笛声映衬，现场还有 VTA 那问，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大逃亡内容。像什么化妆成保洁、蹲下水道，像老鼠一样找桥洞躲避追踪的逃犯选手，简直逊爆了！哪有22号的飙车爽？真男人就要看飙车，22号牛逼！这太阳真的好大呀！杀！他们都赶着去投胎吗？前方同事注意拦截，套路88路段出现2辆超速车辆，务必一定要拦下这2辆车。欧沃，欧沃！无论多牛逼的车，在我们破胎器面前都要跪下叫爸爸，爆了胎保准跑不了，安心了。前有路障，后有莽夫，22号似乎再一次陷入绝境，完了，这回22号栽了。这个22号到底要做什么？前面有路障，他还在不断加速，他疯了吗？远在指挥室里的石雪飞队长忽然杏眼圆睁，注意，他要飞越路障带。飞跃在平地怎么可能？他以为自己是柯受良吗？在 F 级车技的精准控制下，随后乍天看准机会猛打方向盘，那一侧的轮胎正好压在路边停着的警车上，警车突然跳板，他的捷达半倾斜的飞了起来。我第一次觉得捷达车这么帅，比捷豹还帅。22号也太牛了吧，这确定不是电脑特技。我单方面宣布，22号就是所有逃犯中最牛的，没有之一。奈何本人没文化，一句卧槽走天下，卧槽卧槽卧槽。666，这波必须送火箭。22号这不叫逃犯，这明明是悍匪。我同意，绝逼悍匪。得亏这是综艺节目，要是22号真是逃犯，咱们找时间坐下来聊聊，我保证不去薅你的悬赏。呵，有趣。这一系列操作让我升起了无穷斗志，仿佛回到了刑警队与各种穷凶极恶的罪犯斗智斗勇的时光。哼。这是一档沙雕大逃亡节目，需要选手扮演逃犯，只要坚持30天不被抓到，就能获得10亿元的天价大奖。各小组分开抓捕逃犯，另外我将亲自去参与缉拿22号逃犯。8号小组的2位成员全部编入机动队，跟我一起出发去抓人。看来22号真把我们的石美女给气到了，她要倒霉了。一个前刑警队长亲自下场抓人，22号很快就会体会到他的恐怖之处。我相信石队长很快会抓到这个嚣张的22号。不过这小子还真有本事，那飞车操作稍有差池就会车毁人亡。22号不仅大胆，而且车技好，这种人如果出现在我们2个下面，估计我们也要头痛了。成功戏耍了2次缉捕成员，声望一路达到了600加，兑换了6个属性点，声望又回到了解放前。现在可是有9个自由属性点了，全再加在一个属性上，效果还不得爆炸。后方开来了一辆白色的保时捷，怎么我感觉是一个女司机，而且目标就是我。开车的女司机一定就是石雪飞了。22号，你放弃吧，不做无谓的挣扎，你是逃不掉的。22号，你放弃吧，这里可没有救援措施，你不要做傻事，为了一个节目把自己命搭上。
这水流湍急，如果这样跳下去，确实如石雪飞所说，九死一生。乍天犹豫了，他自己会一点水性，但是直接这样跳下去危险太大，但是不跳的话只有被擒的份，他处于两难的困境。触发随机新手教学任务，是否花一个属性点开启新技能？开启新技能，消耗属性点1，开发出游泳技能，当前等级L。下面是滚滚江水，结果开发出一个游泳技能，那意味着让我跳下去。既然如此，系统就把剩余的6个属性点全加在了游泳上。游泳等级升级至 N， 解锁技能高台跳水。我要飞的，不要跳！那这么高跳下来，人不会有事吧？赶紧去救人啊！等等，我刚才看到了什么？这不是大逃亡综艺吗？怎么像是在看跳水？我这边这动作怎么和专业运动员差不多？这个22号是跳水爱好者吗？不，他不是跳水爱好者，我都是国家跳水队的主教。这位22号选手的动作非常专业，他刚才做了跳水动作，是改编自代号5255B。有没有人认识22号的真实身份？我想招揽进国家队，稍微训练一下，就能去奥运拿奖牌了。这女人追男人都是这么执着吗？你逃不掉。石队长，你泳姿有点不标准，换气节奏不对，心里默念1、2、1，这样换气就不错。我当初是警校游泳冠军，用不着你来叫。跑路系统太牛掰，刚刚加点出来的游泳技能，我操，人呢？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谢谢，这就是22号真面目吗？好帅呀！谢就不用了，留你还有用。你这人好话都不会说吗？那我给你30秒时间，等30秒，我会立即展开追击。钱包不见了，是掉在江里了吗？又要去补办卡证了。喂，石队长，钱包在这里，可别乱丢喽，这些零钱先借用一下，以后还你。混蛋，居然偷我钱包！这是一档沙雕大逃亡节目，需要选手扮演逃犯，只要坚持30天不被抓到，就能获得10亿元的天价大奖。要继续躲避追捕不难，但是生活水准也要提上去才行。我可不想蹲在漫无天日的下水道里，这样不符合我的身份，也不利于增加声望，必须要以逃亡者的身份活出精彩。刚刚调戏完石美女，这是要来富人区消费？拉倒吧，逃犯哪来的钱？节目组又不准额外带私人财物，我看他是来打家劫舍来了。诚招保安1名，要求身体健康，男，年龄18至35周岁，无不良嗜好，待遇从优。这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吗？呸！小伙子条件不错啊，一表人才，而且有肌肉，去当男网红都绰绰有。以这样的条件来当保安，真是凤毛麟角。那我能入职吗？来加班能接受吗？没问题的话，你去人事部那边填一下表格，先试用1个月。我加班加你条铁，加班是不可能加班的，今晚搞到豪车就撤。再说了，石雪飞那个女人看到我的样子了，想必这几天能查清我的身份了，此地不能久留。说好的不是要去劫富济贫吗？怎么来这里996打工了？这不是我们认识的22号，也太没追求了。22号，你要雄起啊！你可是节目组第1逃亡者，不能再蜗居在这里打工啊！队长，我熟悉了，这里有几辆违停车辆，我来处理，你去忙吧。这样啊，也行吧。那你有事就去岗亭那边找我，好好干。保安服明天再给你发放。嘿嘿。江 A12345就是这辆车。我怎么看开车的好像是我们新来的同事？不可能，他能开得起这样的车，还当什么保安？22号妥妥的江洋大盗，偷豪车和喝凉水一样简单。我什么时候能体会这种肆意人生？全是豪车任务还躺平吧，梦里啥都有。哟，老板，您修车吗？叫你们老板来，就说要下雨了，赶紧出来收衣服。你来避雨的？是的，看看车吧。哥们，你这车是偷来的吧？可别坑我。车确实是我偷的，不过有句老话叫富贵险中求，你不豁出去，怎么赚钱？你什么意思？
这车150万，我卖你1就好了，15万，怎么样？放心，这车是律师会会长送给小蜜的车，他们的钱来路不干净，我偷了他们也不敢报警，要不然先进去的是他们。给你10万，我收了，不还价，嫌便宜你就去找别人。成交。等一等，我老大要见你，你等一会。你老大又不是我老大，买卖已经做完了，不能他说要见就见，见我要预约，懂吗？兄弟，那我现在替我老大预约还来得及吗？我很忙，1分钟几10万上下，不过要预约的话得加钱。加钱？要加多少钱？5万，预约费、招待茶水费另算。来算我是吧？我老大可是豹哥，知道他是什么人吗？没空听你科普，拜拜。我们老大同意了，给你5万预约费，今天晚上8点在金鼎会所见面，不过我现在没有钱，会面的时候再给你。OK， 没问题。对了，这辆车不是你们的吧？不是，你要问这个干嘛？终于见识到汽车大盗是什么样了，真是走到哪偷到哪，这么嚣张的贼，估计早晚得进局子。哟，你不能进去，这里是快员制，都是老会员推荐新会员，不接受散客办卡。悠，切克闹，我是来找豹哥的。你等等，我进去帮你问问。安保这么严密 ，VIP 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走廊那一群穿着暴露服装的美女，肯定是龚某包厢客人挑选，还有一些不怕服务员穿的泳装，身体不好的男士估计要喷鼻血了。博远终于要看付费内容了吗？我喜欢这种福利画面，立刻引爆了直播间。导演一看场面有失控的趋势，马上做出了安排。这种画面不适合直播，就把画面切到直播大厅，让2位主持人出来调节一下气氛。于老师，你们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去这种地方？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我可是好男人，下班就回家，每天的时间都奉献给老婆孩子，我每年都是小区模范丈夫大赛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哎，于老师，经常给你做按摩的17号技师好像到现场了。那不能，我御用的技师是6号，卧槽，说漏嘴了。不好意思，家着火了，我先回去救火。豹哥，人来了。兄弟怎么称呼？叫我老扎就行。老五说他并不认识你，怎么回事？他揣着明白装糊涂，像我这种人，随时可能进去，能撇清关系当然最好。我的预约费呢？看来这豹哥是有求于我，而且图谋甚大，肯定是违法生意。我正愁怎么增加直播气氛，豹哥这时候主动送素材上门，那我当然要笑纳。豹哥，你约我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兄弟，我看你移车本事不错，但你这样偷一辆就赚个几万块，还担着风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折进去。有没有想过干票大的就收手？哦，你有什么想法？我想让你帮我弄3台车，都是本市的，弄到手之后，我一次性支付你200万，怎么样？你拿着这笔钱远走高飞，没人找得到你，比你移什么玛莎拉蒂要好多了。这豹哥胃口真的大，这3辆车都是本市传奇巨富的座驾，售价没有低于3000万的。布加迪威龙售价3100万，帕加尼售价3、4千万。法拉利恩佐全球仅生产了399辆，在国外的拍卖价甚至过亿，是身份和财力的象征。这都是限量版，因为稀缺性的关系，实际价格只怕更高。你让我移这3辆车，国内谁敢接手？其他2辆豪车也就罢了，法拉利恩佐一旦偷了，那绝对成为社会公敌，敢对这车下手，就要做好跑路的准备。国内基本上没人敢收这辆车。这你不用管，我就问你敢不敢吧。你要是不敢，那收了我5万块而不办事，我可不是那么好说话了。格局小了。什么意思？移这3辆车，你就只给我200万。那好，再给你增加100万，这是最终报价了。我也是看你有胆子才找你，要不然这个数区外面都能找到人肯做。
行，成交。不过我要1万1辆，就给我1辆的钱，前2辆都是50万，法拉利200万。你胃口还真不小，现金明天上午才能准备好。你住在哪里？到时候找人给你送去。明天我会联系你，手机号给我就行。我看你怎么比特工还神秘，神神叨叨的。这个你别管，我给你搞定就行。这5万我也不打算拿出去了，拿着碍事。今晚你帮我安排安排，都消费在这里了。大哥，这力度可以吗？可以，就这样，继续。对吗？这才是男人该看的直播节目。哇，快看浴巾上面隆起的雄壮的肌肉群，是22号的肌肉，不比肌肉金轮差多少，简直完美。以后找男朋友、找老公，就要找这样的啊！哥，3牌的帝王油要不要来一瓶？1瓶500，好用得劲嘞。500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来1瓶不？眼前这个男人为了躲避抓捕，竟然变身女装大佬。老板，在我们 VIP 区，不光可以按摩、洗脚、陪你喝酒、唱歌，还能去房间里畅谈人生。我觉得33号不错，车灯大。还是21号最好，颜值高，初恋脸。拉倒吧，21号一看就是整出来的，尖下巴能扎死人。还是42号好，御姐风，我超想让他穿着尖头高跟鞋踩我。男人真恶心。小孩子才做选择，大人全都要，把妹子都留下了。老板大气，如果需要，我会安排去楼上的大床房，绝对够您施展的。用不着，玩牌而已。玩牌。要知道这里每个妹子的钟点费可不低，这10个玩一晚上2、3万就出去了，花2、3万就为了玩牌，有钱人的世界我不懂。第一口还是给粉丝先吃。光打牌太无趣了，搞点彩头吧。什么彩头啊？人家牌技很差的。你们点炮的话，就少1件衣服。我如果点炮，或者你们自摸，我一把额外奖给你们1000块，怎么样？自摸了。哭了，哈哈，你是送彩童子嘛？都已经自摸10几把了。不好了，条子来抓人了，姑娘们快跑啊！不对劲，这些人不像是警员，他们没穿警服，而且一身气质也不像。偶有跑出去的客人和妹子，这些人都是盯着男人看了看，发现不是后就放行。检测到宿主当前处境，触发开启新技能条件，是否花费一属性点开启新技能？开启新技能。跑路系统已开启伪装技能，当前等级 L。伪装，懂了，系统这是提示我可以乔装后蒙混过关。你们不要慌，这些人不是条子，而是我老婆派来抓我的人。老婆来会所抓老公的事稀松平常，隔几天就会遇到一出。可是弄出这么大阵仗的还是头一次，看来你的老婆也是个狠茬子，家里势力还挺大，能找来这么多人来捉奸。仔细检查每一个房间，有监控显示22号进了这里，今天务必要把他缉捕成功。看到了吗？那就是我老婆，母老虎，凶着呢，下午的时候还差点把我按江里淹死。老板，他有您这样好的老公还不珍惜，居然还家暴，你就应该和他离婚。哪像我们只会心疼哥哥。算了，毕竟1日夫妻百日恩，你们谁帮我化一下妆，我一会混出去，要是让他把我抓回家，我非被他打成高位截瘫不可。看来装扮不太成功呢，要不换一身？是不太成功啊，肌肉遮不住啊。而且你们看这腿毛，一眼就识破了。这次装扮不像，有可能是伪装技能过低导致，不知道给伪装技能升级到 F 会解锁什么新能力。系统所有技能点加在伪装上。伪装技能升级至 F， 获得被动技能变装达人。这次我感觉我又行了，还好刚刚吃的是葡萄，没开这2个大菠萝。哇，老板比我们还要像女人，原来刚才您是深藏不露。我离开后，再把这张纸条交给我的老婆。好的，老板，我一定帮你办到。前面的条子已经到这边来了，老板，你要赶紧从后门走才行。来，
这些钱给你们分了。老板放心，我们一定让你逃出母老虎的魔掌。等一等，请接受检查。干嘛？想要骚扰我们吗？告诉你，前边就有警察叔叔，您可当心一点。小姐，你误会了，我们只是……你才是小姐，你们全家都是小姐。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几位美女，我们只是例行检查，看有没有贿赂逃犯。逃犯罪大恶极，很可能危害到你们的安全，请务必配合。请配合我们工作，只需要看一下证件就可以离开了。您这女人怎么回事？你是警察吗？就来盘问我们姐妹？哎呦，我的腰断了，这女人打人了，不要让她走，快报警！不要碰我啊，小心告你非礼。你们过去检查那边几个，不要让人浑水摸鱼跑了。果然是母老虎，自己老公看不住，还好意思跑到会所来闹。快，前面那个就是22号，穿着男鞋的那个，抓住他！眼前这个极品老六变身女装大佬后被识破，继续开启了逃亡之路。丢雷，王炸，铁布衫，金钟罩。22号好贱啊，不过我好喜欢。能不能消掉马赛克？我就喜欢看女装大佬，好这口。不用送了，拜拜，我给你留了点东西哦。混蛋！这是您老公留给你的纸条。你长得也不差，就是脾气太坏，难怪老公要跑，就不能温柔点吗？弄到这3台，你要几天时间？10个小时。你确定？只需要10小时。放心，就10个小时，我上午可以给你搞定前2辆，记得准备好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那我就等你消息。记住，如果出事了可不要供我出来，否则对你没好处。不会出事，倒是你的人要配合好。22号牛逼！还有这么一车的，速七十要是没请你当主演，我都不看。在直播间全程看炸天跟头部加迪威龙，他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在为炸天担心。你小子行啊，果然没有看错你。用不着夸，我的钱在哪？少不了你的。合作愉快。别扯犊子了，赶紧弄下1辆帕加尼。这次客户点名要他的原装钥匙，要是没钥匙，可就不给钱了。赶紧的。现在豹哥小弟已经锁定了帕加尼的位置，这辆车被车主一个亲戚借去，正在驾驶中。炸天根据线报，驾车尾随跟了上去。赶紧上啊！过去逼停帕加尼，然后拉开车门，把人拽出来，开车就走。车上还附赠一个小美女，这多爽！你以为这是在玩 VGA？ 这么一弄成明抢了，违反了节目规定。22号选手直接变成逃犯。喂，哥们不会停车吗？是停不好。哥们儿，你会开跑车吗？能不能帮我停到框框里？没问题，交给我。谢了，兄弟。哦，卧槽，兄弟，牛逼呀！这是怎么做到的？刚才我明明看到22号把车钥匙还给了车主。我猜他偷回来的，电视剧里不都这么演吗？神偷手一摸就能把东西偷回来。我知道了，刚才22号还给车主的是高仿的假钥匙，网上20来块钱就能买到，他把真钥匙揣兜里了。兄弟，够刁！要不是要车钥匙，我早就到手了。还剩最后1辆法拉利了，这次动作一定要快，我这3辆车要一起运走。我交代的是，也别掉链子，对好时间，千万不要出岔子。放心，我会亲自坐镇指挥，错不了。我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吗？你们注意点，等这小子偷出了法拉利，就把那100万拿回来，然后，咔，完10套麻袋扔江里，再坠块石头，不用我教了吧？
豹哥是个职业做黑车生意的混混头子，他绝不是善茬。之前痛快答应炸天的天价报酬，就是因为他压根没打算付钱，小黑吃黑。炸天让豹哥的小弟做配合，等到12点45分，挖断了一家供电的电缆，造成了整个片区都停电，让监控失效。炸天走进了牛德富的私人收藏里，有很多豪车都有防盗玻璃罩，擅自动它会触发警报。炸天知道陈列馆有备用电源，电力很快就会恢复，因此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倒车，而是在一处消防探测器下面布置了一个简单的发烟装置。布置停当后，他才来到法拉利恩座处坐了上去。很快备用电源启动，之前布置的烟雾装置起作用，霎时浓烟滚滚，这也触发了消防喷顶装置，整个陈列馆里开始警铃大作，这可吓坏了一众保安。保安此时还没意识到有个老六要偷这里价值上亿的豪车。车内炸天看到冲进来的保安，已经将门打开，炸天果断启动车子，一脚油门便冲了出去。卧槽，有人偷车，快追！眼前这男人参加一档沙雕大逃亡节目，在逃亡的途中，竟然真的跑去偷了一辆过亿的法拉利跑路。喂，是陈队长吗？我是牛德富收藏馆的安保，刚刚有个毛贼在我们这里偷走了一辆价值过亿的法拉利恩座。什么？那么大的一辆车，说被偷就偷？你们牛德富收藏馆不是还有防盗报警器吗？别急，我先查一下监控。这不是参加那个大逃亡节目组的22号选手吗？怎么不逃亡，还有时间跑去偷车？喂，石雪飞，你们组的缉捕对象22号刚刚偷走了牛德富的法拉利，他现刚从牛德富收藏馆跑了出来，向东逃去了。好，我位置你发我手机上，我马上出发。难道他纸条里说的是真的？全体都有，集合出发缉捕22号，调用直升机高空跟随。此刻炸天正驾驶的价值1亿的法拉利在街道上飞驰。之前在陈列馆装玻璃窗的时候，车子前方有些许破损，虽然只是小伤，不过定损也要几十上百万，反正节目组有保险。再说我也有10亿元奖金，到时候在里面扣就是。我要的就是直播效果劲爆又高爽，这样声望值才会多。至于能得多少奖金倒是其次。22号真牛逼，这么贵的车也敢偷，还超速行驶。要是我都吓得腿软，真要是撞了的话，他赔得起吗？有啥赔不起的？这次节目的大奖有10亿多呢。你怎么知道22号能坚持到通关？他这么疯，怕是不久就要被捉了。不可能，我看好22号，我还在地下盘口压了他能通关，投了5万块呢。22号要是夺冠，我能分100多万，所以22号是必争的。原来按照之前约定，炸天偷到法拉利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过炸天以后面有人在追为由，没有履行这个约定，而是驾车在城市里狂奔，吸引了很多追捕人员跟在他后边。你小子赶紧把法拉利开到柳树街，我警告你，不要耍花招。耍花招？是谁先耍花招的？你说什么？那我问你，我这次事成答应给我的200万现金，你准备好了吗？当然准备了。那你拍张200万现金的照片发过来我看看。我们都是半斤八两，毕竟干这行就是求财。那我们重新谈谈价码。好，一口价，这辆车你给我500万现金。你有没有搞错？500万不是500块，我一时半会怎么凑得起来？一个银行都没有准备这么多现金。那就300万，不能再少了，否则我把这车沉江里，然后留你的名号，咱们一拍两散。你特么还真黑啊！好，300万就300万，你要甩掉尾巴到柳树街装集装箱。还费什么事要去柳树街？直接说你要在哪个码头装船就得了，还省个绕路。你怎么知道在码头装船？要猜很容易，这3辆车在国内太扎手，估计没人敢收，那肯定要送出国。出国的话走陆路风险大，随便哪个高速路口一检查就要露馅，所以走海运最方便，办一个假出关手续，把3辆车装集装箱，到了公海神仙都管不到你，这套路还用我教你吗？那好，你直接来鸿运码头11号位，我在这里等你，一手交车，一手交钱，不过要保证你身后没有尾巴跟着才行。早这么做不就得了，浪费时间。
车我送来了，钱呢？还好意思管我要钱？你现在把事情弄得满城皆知，条子都知道这车丢了，正全城搜捕。眼前这个男子竟然把偷来价值1亿的法拉利转手300万给卖了，结果反手就被卖家黑吃黑，20多个小弟围了上来。停！实话告诉你们，我可是西京市新进刑警队长，来本市调查车辆被窃案件，然后发现了包革团伙的勾当，现在我的同事已经将你们包围了，聪明的赶紧举手投降，算你们自首，否则的话，上亿的金额足够枪毙你们8个来回。周围持械小弟果然被吓得不轻，呼吸都为之一滞。尽管乍天只有一顶警帽，但也能产生精神层面的压制，毕竟自古就是邪不胜正。我感觉22号和真警察一样，难道他的身份就是警察或者相关职业吗？我看不像，虽然他气质有点相似，但谈吐可不是警方的口吻。我见过很多偏警、刑警还有武警，基本没有他这样的行事风格。原来如此，那乍天是装的了，但是他被犯罪分子包围了，会不会有危险啊？我们节目组的安全保障人员还没有赶过去，希望他不要逞强，能转危为安。都给我上，弄死他再说。给我追上去弄死他！把叉车开过来，把车拖上运输车上。22号把那群混混都干翻了，干翻了我给你打赏火箭。别瞎起哄，人家叶问是武术宗师，也只能一次打10个，身后有20多个拿凶器的人呢。22号跑路很正常，难道留下来 cos 缺葫芦吗？可是电影里不都这么演的吗？你也知道那是电影，而你现在看的是实况直播，请分清影视剧和现实的区别，谢谢。请问是否花费艺属性点，开启疯狂的板砖技能？开启。另外，疯狂的板砖技能要达到多少级才能无伤干翻身后那群人？技能已激活，当前等级 N， 无伤干翻后面那群人需要 A 级或 B 级就可以，但 B 级有点悬 ，A 级确保可以无伤。所有的声望值一起都加不到 A 级，毕竟越往上升级需要的点数越多，那就只有跑。系统毕竟是 AI 死物，要做出最优决策，还是靠我自己。是否花费艺属性点开启短跑技能，或者升级体力技能，这样可以加强长跑能力。声望值全部兑换，把体力加到 F。声望值已兑换，体力等级升至 F， 解锁被动技能持久的男人。喂，加把劲啊！跑得这么慢，你们体育都是师娘教的吗？你他妈给我站住，看老子不宰了你！来啊，我就在前面等你们宰，可是给你们机会了，你们却错失良机。孩子，听书一句劝，砍人这行水太深，你把握不住，收手吧，回头是岸。疯狂板砖，民间天字第1号武器，杀伤力巨大，方圆百里无人敢近身，10步拍1人，千里不留行。乍天利用 F 级的体力，把20多个小弟的体力耗光，所以才那么轻松，一板砖一个小朋友，把那些小弟都给解决了。不要来救我！不要！各位老铁，看我打的这一套专法如何？看得过瘾就双击666。太牛了！刚才还说要他学叶问回头硬刚，这还真实现了，1打20记 ，nice， 真是板砖在手，天下我要刷个火箭。22号这不比叶问屌吗？他要去拍电影，台词肯定是我要打22个。22号，你已经被包围，不要跑。怎么就你们几个？石队长怎么没来？放心，抓住你还用不到石队长，我就行。一支队从左包抄，2支队从右放过去，千万不要让特大盗车团伙的主犯包哥跑了。我说了我是刑警队长，你还不信？现在老子带人又回来了，看你往哪跑！
站住，不要跑！我是万万没想到，这个偷车毛贼是真的刑警队长。我千挑万选的冤大头，居然是我最不敢招惹的条子。他妈，一个条子这么年轻也就算了，怎么会跑过来扮演偷车贼？炸天，这回你跑不掉了吧？快联系快艇和救援组的人，抓人同时也要防止出现意外。老同学，感谢你提供的消息，协助我们破获了这么大一个案件。不说豹哥之前那些阿杂事，就是今天在码头上截获的3辆车，就够队里全员拿奖金的了。这可是上亿金额的要案。不用谢我，是海里那位做了卧底，他举报的。哦，原来就是他啊！我知道案件报告该怎么写了。我去，逃犯抓住了逃犯，现在连逃犯也开始内卷了吗？22号主导破获了盗车团伙，那是不是要给他发锦旗？逃犯还能拿锦旗，这就是新时代逃犯吗？爱了，必须打赏一波。这里与码头隔绝开来，缉捕组的成员应该暂时跑不过来。炸天就跑到最近的道路，这里路边停有轿车。炸天花费一番功夫，开锁成功，上车进入。没开多久，后方缉捕组就开来了几辆车，紧紧的跟了上。赶紧跟上去，同时通知交警部门，在国道和高速入口设卡，不要让他出城。前方道路会设卡，我之前开车飞越过一次，对方这次肯定会做好防备，这招不能重复用，必须要赶紧想个辙。江北市第11届山地越野马拉松大赛即将开赛，去往翠微山的道路已经暂时封闭，请各位车主合理安排出行。马拉松大赛，这真是雪中送炭，赛道封路，缉捕组的人也没法开车，再加上那边路的尽头都是山间小路，周围有森林，很适合隐蔽。报告队长，22号开车去了环城西路。狡诈的22号肯定是要去翠微山，那里正在举行马拉松大赛，是我们抓捕的薄弱环节。赶快设法联系马拉松组织方，争取获得他们配合。另外通知直升机，到时候车子开不上去，就用直升机盯着他，不能让22号脱离我们的视线。石雪飞反应不可谓不快，抓捕就如同下棋，要走一步看两步。他已经判断出22号的意图，提前做好了应对，这就为缉捕工作带来了时间上的优势。喂，靓仔，非报名人员不能进入的。喂，你们不能进入这里，这是比赛场地。前面那人是逃犯，不要碍事。我玛丽，刚才那个是逃犯，吓得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似乎那位小帅哥并不是穷凶极恶，让人费解，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吗？你跑不掉的，22号。你追不上的，石队长。石学飞闭口不言，他也开始调整节奏，准备要和这个可恶的炸天赛一场长跑。在中学时期，石学飞就是各种运动会的女子组冠军，他以优异的体测成绩考上了警校。在警校的科学训练下，他身体各项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天赋完全展现，成为警校那一届里最为耀眼的明星学员。22号，我承认你是我见过最厉害的逃犯，车技好，有专业级的游泳水平，但也仅限于此。马拉松可不是光凭体能就可以的，没有技巧，你10公里内必然累趴下。石雪飞心中笃定，他按照自己训练过的步伐和节奏，必然会抓住炸天。可是石雪飞他错了，跑了好长一会，前方的22号始终和他保持着30米左右的距离，跑步的姿势和他如出一辙。难道他还练过长跑？这个22号难道是怪物吗？为什么每一行他都游刃有余的样子？他到底还有多少隐藏的实力？好吧，就算你练过长跑，只要我一直跟着你，让你没空隐藏，等你历尽那一刻，就是你被抓的时间。我们看到这2位队员很年轻啊，他们步履很稳，已经开始领跑。不过他们都没有挂号码牌，不知道是不是中途掉了。别跑那么快，等等我。我跑了20公里有余，体力下降，不过我感觉自己还坚持得住。F 级的体力果然给力。这里已经地处半山腰，有稀疏的植被，再往前跑一段路就可以钻树林了。牛掰啊！这22号真是干什么都溜，能飙车，能跳水，会编装，现在还会长跑，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吗？网友是佩服的不行，而这份钦佩之情都化作了声望值。炸天跑了20来公里，他的声望值就增加了200多。居然找来了直升机，这点我倒是没想到。
乍天也颇为意外，不过他抬头看到这是架普通的民用直升机，就微微一笑，有了一个大胆的主意。22号，你放弃吧，你跑不了的。要我放弃也行，但我有个条件。你说，只要不违反原则，我都可以同意。我就有个原则，拒绝向女人投降，那样太没面子，所以叫你的男队员来抓我，否则我宁死不降。没想到你还这么大男子主义，我不追你可以，直升机上就有我们的人，他们会给你戴上手铐。不过我劝你不要耍花招，否则吃亏的是你。当然，有直升机在，你还怕我跑了吗？就让直升机上的人来抓我好了，正好我跑不动了，可以坐直升机回去。好的，那我让直升机找地方降落，记住，你要遵守诺言，否则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我都会抓你回来。没问题，合约达成，我去给直升机找降落地点。很快，乍天在山腰发现了一块较为平整的地面，适合降落。直升机上的机捕队员也在石雪飞的安排下，慢慢降落在了地面上。直升机上的队员一直向石雪飞实时汇报情况。你们要小心，22号乍天很奸诈。放心吧，队长，我们可都是练过的。这两个队员很有自信，他们一个是业余拳击爱好者，一个是退役武警，手上都有功夫，两人联手对付一个22号，应该不在话下。乍天举着双手呈投降姿势来到直升机旁站立。一直拥护22号的网友一看到这阵仗，一时都接受不了22号会投降的事实，他们心中无敌的22号怎么就这样投降了？一点气节都没有。22号太让人失望了，退钱！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有感性的网友还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含怒关闭了直播间，他们已经不想再见到这难受的一幕。22号的投降让他们感受到了背叛。22号双手抱头蹲下。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22号偷袭了我们两个，老张被打昏了，又把我们俩铐在一起，然后进了直升机。那你不要去刺激他，在原地等待救援。石雪飞迈开大步向山上跑去，稍微放心了一些，因为他忽然想到了这次大逃亡综艺的规则，严禁发生恶性案件，其中就包括绑架。22号如果用暴力威胁直升机驾驶员强行起飞，这也算是绑架的一种，那就触犯了节目的规则，节目组会根据合同将其除名，然后列为真正的逃犯，那样22号就彻底栽了。不过石雪飞并不想让22号以这种方式落幕，这个奸诈狡黠的逃犯需要他亲自擒住才解恨。你可千万不要威胁驾驶员呢，聪明一点，22号。与此同时，乍天用硬物顶住了驾驶员的后背。不许动，你下去。这可把驾驶员吓坏了，以为乍天拿着的是枪，毕竟他一直听两位乘客在说抓逃犯等话，而且他亲眼看到这位逃犯打了两位便衣，简直无法无天，那么有枪也不是不可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其实乍天只是节目组的逃犯选手罢了，顶住驾驶员的硬物，当然更不可能是枪。好好，你不会开可千万别动，开直升机可不比开车，要学过才行，否则很容易出事。系统能不能开发出直升机驾驶的技能？符合开启条件，可花费1属性点解锁飞机驾驶技能。好的，解锁，给我加2点属性在飞机驾驶上。飞机驾驶技能不仅可以驾驶直升机，等级高了还能驾驶客机，甚至是战斗机、轰炸机等。现在不是研究技能的时候，直接起飞了。等石雪飞跑到现场，就只能目送乍天乘坐直升机离开，开向了北方。这还真是忘机心态，这次任谁也追不上乍天了。从之前的马拉松很快转变成了驾驶直升机的直播，这转变有点快，观众们边看边侃大山，嗨得不亦乐乎。666，连直升机都会开，还有什么是22号不会的？没有啦，22号就是神，全能的神，他什么都会。观众们看得开心，此时节目策划部的领导以及3位机捕组组长齐聚一堂，来商讨这个让大家又爱又恨的22号逃犯该如何处理。书接上回，乍天假投降骗大美女指挥直升机降落，乍天趁机袭击了机捕队员，抢走直升机逃出江北市。因为此时节目组导演以及3大队长聚集在会议上，正商讨着如何处理这件事。我认为22号违规了，应该立即取消他的参赛资格。那2位被他袭击过的队员，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并没有大碍，轻伤都算不上，并不能成为他取消参赛的理由。现在电视台的流量全靠22号撑着，要是直接把22号取消资格，那节目崩了，我们都得下岗。
作为导演，我可不会把摇钱树给砍了。很明显，22号很难缠，我们现有的缉捕力量已经远远不够，所以我建议要提高追捕等级，给我们更多权限。这样吧，鉴于今天22号展现出格斗技巧，缉捕队员徒手抓他困难，石雪飞小组成员就全员配备泰瑟枪，这样可以近距离制服逃犯，省得出现今天直升机被抢的窘况。石队长辛苦了，以后有什么需要配合的地方尽管说。好的。今天3位队长早点休息，明天好好干。直升机燃油不多了，我必须要找个方便降落的地方。有些楼顶算是平坦，不过没有照明，没有指引，直接降下去很容易出事故。最好是有专门的停机坪。山金机场不错，机场的跑道都有地灯，而且平坦，在上面降落最合适不过。于是炸天根据手机导航，直接飞到了机场范围。直升机驾驶员，这里是山金机场塔台，你已违规进入机场空域，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这声音警告意味比较浓，然而炸天来这里就是为了降落的，岂能被吓走？依然径直开向了跑道方向。直升机驾驶员，请立即离开，否则我们将报警处理。塔台你好，我的直升机遭遇机械故障，需要紧急迫降，请立即协助我降落。请汇报你的飞机注册号，我方将进行验证。我的注册号是……炸天当然不知道注册号，他说到关键处就把对讲机放在座位上用力摩擦来制造噪音，这样对方就会以为是通讯故障，同时故意保持机体清醒，看起来很像马上要坠毁的架势。塔台也慌了，也顾不得查验程序，马上按照应急预案来指挥直升机降落。在塔台的协助下，终于平稳降落。一旁开来几辆车，都是机场准备的救援车辆，生怕出事故。炸天从直升机上下来，就直奔那几辆救援车走去。哥们，怎么回事？飞机出故障了，帮我去机上取下来，上面有贵重金属。炸天脚下一笑，当下开门上车，车辆发动，然后就在救援人员懵逼的眼神中开车跑了。22号骗人技术真是炉火纯青，从马拉松现场就骗10美女，继而骗了架直升机，现在又骗机场塔台，又骗了辆车，这就是骗子宗师啊！大家看到了吗？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以后女同胞们可千万别信男人的鬼话，尤其是22号。炸天驾车来到市区，先是在街边换了一辆僵尸车开，这是他的习惯，也是反侦查的手段，免得被快速锁定位置。喂，是假的先生吗？我是货拉拉司机，你的货到山金了，请问在哪卸货？你到环南街尽头这里，我人马上到，现场接收。送快递的司机开的是面包车，见到炸天就将密封好的大纸箱交给他，就收工走人。炸天打开箱子，就从里面掏出了几款粉嘟嘟的100元大钞，看着就喜人。22号肯定是昨天偷车的时候就打算好了下一步计划了，将100万用托运的方式，第二天送到山金。那么后来的偷直升机都是提前布局，真高啊，走一步看两步。原来如此，22号这种布局能力真让我五体投地啊！各位观众好，今天我给大家准备了新节目，名为《逃犯带你游山金》，我以一个逃犯的视角来介绍山金的风土人情，希望大家能喜欢。首先我要换身行头，这身衣服穿1天都馊了，今天我带了10万块现金，就照着这个额度花。很快，炸天带着上百万的现金走进了商场里面。几分钟后换了一身行头，便去往了广场中心，准备在这里搞事情提高声望。然而让炸天想不到的是，石雪飞等人已经悄无声息的来到山金市，已经部署好了缉捕他的行动。这是我见过极其嚣张的逃犯，没有之一。为了声望值，竟然在广场搞起了事情。老铁们，这里有个马的雕塑，你们给我双击666，我就爬到这飞马脑袋上。这年头逃犯都这么高调吗？有没有缉捕组的同志，快来教育他！有没有公德心啊？还爬到雕塑上去，真是毁三观！人家本来就是逃犯，还有什么三观？炸天在系统属性面板上看到自己声望值蹭蹭的往上涨，就知道网友们反响很热烈，于是他助跑起，3两下就爬到了雕塑上面。炸天站得高望的远，突然发现有一伙不明人士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鬼鬼祟祟的向他靠拢过来。炸天嘴角露出笑意，看来他的勾引计划成功了，缉捕组果然被他引了过来。各位老铁，我貌似被缉捕组包围了，
你们给我点个红心，我就带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急速逃亡。不好，22号发现我们了，不要隐蔽了，全速追捕，必要时可以用太色枪，但要注意不要伤到民众。石雪飞发现炸天要逃，马上指挥手下前去抓捕。一时间，30余人形成了包围圈，向中间收拢。他们已经隐隐完成了对炸天的合围。这个石雪飞还真有2把刷子，这些缉捕人员竟然一直站着我，人群受到惊吓都逐渐跑远了，马上就要被合围了。竟然是太色枪！眼看这个缉捕队员要开枪射击，炸天猛然一个转向，这里有路人，有他们在，对方就要投鼠忌器。毕竟缉捕组又不是官方执法人员，如果在闹市区电击了行人，这舆论压力就够他们喝一壶的。虽然暂时安全了，不过我身后全是缉捕组的追兵，要甩掉他们是个麻烦事，也没有时间让我去路边开锁车辆。我真他妈丢人！昨天兼职做马拉松解说员，用滑板竟然都追不上2个选手，这滑板我要你还有何用？你的滑板我买了。是否花费一属性点开启滑板技能？是的，开启，立刻马上再把滑板技能提升至 F 级。滑板技能提升至 F 级，获得被动技能滑板少年。系统提示的一瞬间，炸天就感觉自己脑海中多了一些记忆，就是刻印在他肌肉记忆中的基础动作。一瞬间，炸天把抱在怀里的滑板往空中一扔，滑板在空中旋转下落的过程中，炸天看准时机一个起跳，在空中双脚踏在了滑板上。胖子的滑板城市逃跑道具排行榜前10，一个儿童玩具被小商提炼成高阶跑酷道具，可在人群中自由穿梭，可无视阶梯障碍。只要你蹬得够快，即使是高铁也不够你帅。不好，快拦住他，不能让他提速。这就想抓到我，未免太过天真。666，这也行？22号真的啥都会？卧槽！卧槽！卧槽！这是人类能做出来的动作吗？没想到22号滑板这么溜，估计至少练了4、5年了。还是22号直播间好，在这里你能看到飙车、跳水、游泳、开直升机，甚至还有滑板。下一步就是22号坐火箭上空间站，我都不惊讶。我觉得也是。22号直播间除了低调外，你能看到一切想看的内容。22号根本不像是一个逃犯，所有逃犯之中就没有他这么高调了。快追，不要让22号跑了。30多个缉捕队员头顶冒出青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在狂奔，希望能追上22号。然而极速滑板可比人类奔跑的速度快多了，他们无奈的发现和22号之间的距离在肉眼可见的拉长。炸天在前边跑，他身后有近30人紧追而过。三儿，你快看，你猜这是流氓在追打好人，还是便衣在抓坏蛋？这么大阵仗！你他妈的少在这里扯开话题，说好了带我去看大长腿的，把我骗去了棉寨，好不容易回来了，还是没看到大长腿长啥样。等等，三儿，你这话说的不厚道。在棉寨跟着炸哥在贫民窟，虽说那是人妖，好歹是大长腿啊，你看到了不是？然而炸天并没有高兴多久，他面前忽然出现了5个人，其中一个就是节目组的颜值担当石雪飞。22号，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你是逃不出我们的包围圈的。快闪开，我要起飞了。炸天这一起跳，石雪飞可就心情复杂了。他安排的围捕本来是在 B 队，可是这个起跳让他们始料未及，转眼间炸天就已经滑出去10几米。外围组请注意，目标已经逃走，向广场外逃去，能抓就抓，抓不住就黏着他，不要丢了目标。炸天此时已经来到了大马路上，看到一辆违停的汽车，车主此时正跟路人争吵着。炸天一路滑行，直接进了驾驶室，放下手刹后就猛踩油门，车子如利箭一样冲了出去。回来，你看我的车干嘛？这是对你乱停乱放的惩罚，回头去交警大队领车。你们警察干嘛吃的？那个贼把我的车偷走了。这群缉捕队员没抓到人，正郁闷着呢，还碰到一个傻叉，直接给他拉开。他们开上各自的车，一路追去，最后只剩下丰田车主在风中凌乱。一场车辆追逐战又在山金市街道上展开。不得不说，石雪飞这些得自刑警的追逃技术相当有效。炸天的车技虽然出众，但在拥挤的城市道路上
加上交通探头的监视，他还真甩不掉背后的尾巴。我看22号这次选了，他的神话要被终结了。放心，22号哪次的危机不比这次严重？还不是都过来了？我看好22号，他才是最终有希望问鼎节目冠军的那个人。缺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前方500米是山金大学东门，请减速慢行。大学里面学生众多，而且都是各种教学楼，是半公开的场所，出入四通八达，是个躲藏的好地方。保安一看一辆车开疯狂鸣笛冲过来，还以为是来闹事，赶紧关闭伸缩门。乍天就在大门快要关合的时候，一个横向漂移发车，将车子横的卡在伸缩门中间，然后他取下车钥匙，撒丫子就跑。不要紧张，我们是都市大逃亡节目组的，来抓捕逃犯，请开门予以配合。这个年代骗子横行，我才不相信你们，我只相信治安局，等治安局的人到场再说。一组二组分散到学校各个出口把控，剩下的人全部下车，翻墙进入校园抓捕。保安吓傻了，看这样子还以为是古惑仔在砍人，连忙对治安局的接线员大吼：请尽快支援，这里有几十人在追砍一个人，可要快点，要出人命。看到这种情形，网友们都笑疯了。等治安局到了，这缉捕组估计还要解释一大通。22号还真是临危不乱，这车停得好，就像网游里卡住了地形 bug， 还利用保安不敢开门的心理，让缉捕组也没车可用，这样就有了逃跑的时间。但他还是跑不出去，三金大学太大了，从东头跑到西头，学生都要骑共享单车。等他到了另一个出口，缉捕组早就布置好陷阱等着他了。我觉得22号不会这么傻，他肯定有更精妙的逃脱手段。乍天当然清楚自己靠2条腿是跑不过缉捕组这么多人和车的，所以他就没打算从其他出口溜走，而是钻进了教学主楼。等缉捕组的几十号人跑进来，已经没有了乍天的踪影，只有莘莘学子们拿着书本路过。同学，有没有见到这个人路过？哦，这个人啊，好像跑那边，不对，那边好像也不是，我没有见过这个人。这个22号一定熟悉地形，他是故意挑选这里来藏匿，让我们不好找他。石雪飞心里愤恨不已，乍天太狡猾了，让他每次抓捕都有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有力无处使。此时乍天已经来到了西教学区的7楼，也就是顶楼，来到了楼层边缘，这里和对面东侧的教学楼大概有6、7米的距离，中间没有连接物。乍天想要过去到对面大楼，那就需要跳过去。我去，不是吧？22号玩的这么野，无防护要在2栋楼之间跳跃，而且这距离偏大了吧？就是跑酷大神也不敢这么玩。安全第一呀，22号别逞强。22号也太浪了，2栋楼距离有6、7米，虽然跳远记录是8米47，但那是在平地，选手没有心理负担，而这是在7楼楼顶，掉下去基本没了，心理压力会让人发挥失常的。22号太浪了，要吃苦头的呀。跑路系统，我要跳过这2栋楼，需要跳远技能几级2楼距离6.6米，需要 H 级跳远技能即可。没问题，给我加到 H。22号就是雕，在他的直播间，你可以看到除了逃犯应有的前场之外，其他所有的劲爆直播。感谢各位老铁的支持，一会我们躲开搅局的追兵，本人将带你们欣赏山金大学的实况生活。书接上回，乍天跳到对面的东教学楼，下来的时候从一间教室外路过，看中了一位4眼胖子的运动外套。同学，我想买你这件运动衫，开个价吧。有病吧，自己去网上买。买衣服不去商场，居然来要我这件二手，很像是某些专门收集男人衣物的变态耶。你早说啊，拿去穿就好。这外套是在网上买的，才100多块，如今有土豪居然愿意花500块收，那还有啥好说的？有钱不赚王八蛋。兄弟，不瞒你说，我是一个自媒体博主，来拍摄校园生活的短片，我能跟着你体验1天大学生活吗？这些算是辛苦费，不过晚上要给我找个住处。太可以了，不瞒你说，我4眼号称山大白小生，学校周边没有我认识的地方，我也就刚过来这里不到1个月，不过钱不退了，跟着我保准你的视频能全网爆火。4眼老哥，22号的视频火不火我不知道，反正你是火了。这哥们太逗了，牛皮吹得震天响，收钱却最利索。后排那2个说话的，给我站起来。那个胖子，上课说话扣1分，没有意见吧？你叫什么名字？别到处看了，就是胖子前面那个。我看你面生，你是这班级的同学吗？老师，我确实不是这个班级的学生，我是仰慕您，
才来听课的，请允许我保留欣赏漂亮老师的权利。这句话说的太有水平了，下边同学听到后都发出了起哄般的哦声，女老师也瞬间红了脸。单身的她被一个英俊帅气的大男孩仰慕，没什么比这个更让人害羞心动的了。那你也要注意课堂纪律呀，坐下吧，以后不许说话了哟。这还是我们那个不苟言笑的英语老师吗？这个刁毛居然把我的老师都给迷晕了。然而此时石雪飞才通过监控查到乍天进入西教学楼的情形。全体人员进入西楼搜索，重点搜索3楼以上的区域。可是在搜索了一圈后一无所获，最后他们找到楼顶，举目四望，楼顶很平整，乍天并不在天台上。队长，你们这天台最近有人上来过吗？没有，最近一次上来检修也是1个多月前了。这枚新鲜的鞋印肯定就是22号乍天，按照鞋印推断，他从这边跳了过去，而且楼下没有出现一滩血肉，很明显他成功了。全体都去东楼，22号跳到东楼去了。就在这时，下课铃声响了起来。以后有不会的题可以问我。感情我的男人魅力征服了女老师，留下联系号就是想要深入交流的意思吗？但乍天似乎没这个觉悟，他找胖子借了一个口罩戴上，就下楼去了。网友都急了，恨不得夺过联系号，自己去聊女老师。你倒是上啊，22号，你是不是男人？就是和男生混在一起有什么看头？我们要看女教师的直播，清纯素人制服教师，MP4，这才是男人该看的节目。风吹弹梁车速过快，禁言30分钟警告。有2个缉捕组成员在守着东教学楼出口，他们徒劳的四处张望，却看招数百学生汹涌而出，眼睛都看花了。他们还按照印象乍天的形象来搜索22号的踪迹，自然是做无用功。换装后的乍天成功的混出教学楼，突破了围堵。队长，学生放学人数太多了，盯不过来，暂时没有发现目标。混蛋，这个22号肯定混在学生群里逃出了教学楼。这22号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本领与反侦查能力？队长，要不然让校长协助，把22号的照片发下去，发动学生帮我们找人。不行，这违反节目组规定了，不能动用除了警方之外的资源。如果动员他人可行的话，为什么不动员看直播的网友帮我们抓？他们一下就能找出22号的位置。我感觉22号还在学校里。留25人在学校里，不要太扎眼，要融入到学生里面，这样才有机会发现22号。他很张狂，我们不追查，他都会自己跳出来出风头。剩下的人跟我去监控中心，另有任务。书接上回，四眼胖子带着乍天逃出了包围圈后，直奔学校里面的一间餐厅。看着2人一桌子6菜1汤，有荤有素的精致小菜，才花了不到80块。相比于乍天之前吃的1桌2万的海鲜大餐，这简直节俭到天上去了。可我很好奇，你 ID 叫什么？还有多少粉丝？我自己在海外平台发布视频，只有几百个粉丝，事业刚起步。22号，光直播间就上100万关注了，还装新人？你直接说你是都市大逃亡的扛把子啊，我们都会给你撑场面的。逃犯选手不能提自己身份，免得作弊，违规也要除名的。那算了，看来只有让大逃亡节目组在3金市火起来，路人才能知道我们22号的知名度。等乍天吃完了饭，出了餐厅就很快发现学校里有不明身份的人物站在学校人多的地方，装作闲逛的样子，实际却是四处打量，不像好人。缉捕组还没撤吗？走吧，四眼胖子，下午就交给你了，带我和观众们体验一下原汁原味的大学生活。哥们放心，我下午正好没课，保证带你玩好。打球是大学男生的常规娱乐活动之一，在球场下挥汗如雨，能吸引不少妹子驻足围观，这惬意劲就别提了。哥们打得不错呀，看你这技术，以前练过吧？就是喜欢玩而已，打着玩的。帅哥，喝水吧。谢谢。他饮水的英姿在下午阳光的照耀下，为他的身体镀上了一层金边，显得特别的阳光，特别的面。这些妹子的芳心一下子就被激活了，一个个看得心如鹿撞。那个送水的女生更是直接大着胆子向乍天索要微信。帅哥你好，你打篮球好棒，能留个联系方式吗？行啊，哥们，你真是少女杀手，不光我们英语老师被你征服，连师妹都不放过，快加微信啊！以后在我们学校
你终身大事就不愁了。炸天拿出手机亮出那个码，将这帮学妹加了起来，足足有10多个妹子加了炸天。三金大学的女生都这么主动热情吗？我都27了还没对象，看来我要去三金大学打篮球，以后就能告别单身了。我今后该烦恼是选胸大的妹子，还是皮肤白的了。醒一醒，人家搜妹子欢迎是因为她是22号，你去把篮球打爆了，也不会有女生加你联系的。对，人家22号颜值高，有肌肉，很受妹子欢迎，其他人就别想了。据我观察，大部分大龄单身男性找不到对象的原因有2个，一个是穷，另一个就是吃油。另外一个是什么？那就是吃又丑。假的老哥，撩妹秘籍是什么？为什么我追个妹子1年多了还没成功？你一场球就能加10几个微信？哎，你们这么不会来事呢？向师傅请教，不得教点拜师礼啊。哦，我们懂。这位贾哥，您需要多少钱？怎么也得请我们贾哥去上网，晚上撸个串吧。等大学生们酒足饭饱，他们终于按捺不住向炸天取经。炸天也是个爽快人，他直接把手机拿出来，将他下午加的10来个女生聊天后，全都亮出来让他们随便加。机会放在眼前了，能不能抓住，就看你们自己了。在警队当过副队长的石学飞知道必须要找件事情提升一下士气，否则这些废人接下来就会意志消沉，更不利于追捕22号。所以他在当晚决定带一部分人开车回到江北市，找一个软柿子开刀来提振士气。石学飞将目标锁定在30号，回到江北市就安排2个人手在逐个查看全市街区的监控录像，希望能从中找到线索。30号逃犯资料上显示是32岁，性别女，姓名不详，于节目开始当日失去踪迹。他最后出现在监控内的地点是位于东华街附近的街道，那里是仅次于市中心的繁华区域，人员密集，难以查找。抓起来！书接上回，石学飞在一次围捕炸天失败，为了稳住士气，便带队员返回江北市挑软柿子堆。这种躲避侦查的方法，应该是他提前就策划好的。比赛一开始，他的目的性就很明确，直奔东华路方向。这种女人不喜欢变通，应该就藏身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且这个地方不会是桥洞之类脏乱的场所。这可以从30号的干净整洁的妆容分析得来，他不会让自己以邋遢的形象示人。可以确定了30号逃犯的活动半径就在东华路附近3公里的范围内。这个地方也太大了，缉捕组人手有限，不可能搜查这么大的范围，必须还要缩减才行。从他的性格分析，他不太会去偷东西或乞讨，很可能是自己打工赚钱。打工需要身份证登记，这女人不会傻到用自己的身份证去登记，那么就剩下雇佣短工。现在所有在岗人员都去东华路挨个写字楼、工厂去走访，找他们夜班值班保安，了解他们单位有没有晚上留在楼里住宿的女临时工或住户。是，队长。队长，有个工厂的保安态度很坏，烟也不收，不肯配合，为什么都说不知道？我怀疑他这里有问题。让我来吧。师傅，怎么了？今晚这么多事呢？大哥，真对不起，刚才来的是我的一个亲戚，他太着急了点，不太会说话，所以给您添麻烦了。这是点水果，想表示一下歉意。漂亮女孩子外加态度诚恳的道歉，这位中年男保安脾气再坏，气也都消了。他把门打开，走了出来。你这个妮儿咋回事？保安大哥，您先吃水果，我洗过了，可甜了。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这个保安换上了和善的表情。是这样，我有个表姐，她脑袋有点问题，这几天没吃药就犯病了，从家里跑出来，4、5天了也没个消息，家里人都急得好几天没睡着觉，这不都出来找她。我表姐她平时和正常人一样，就是不太爱说话，有人看到她在这附近出现过，所以我想问问大哥，你们厂里有这个女工吗？她长这样。我们厂里没有啊，我们这是电子厂，进厂都要登记体检，而且这阵子没招人，肯定没有，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哦，那谢谢您了，如果您见到她，可以给我提供线索，麻烦您了。哎，真是个好姑娘啊，家里怎么摊上这个事？队长，你太牛了，3两下就搞定了这个保安。大家可以去走访了，只要是能办成事，送什么都无所谓，口才好，甚至聊几句就能办成事。队长，在航空大厦有一个夜班保安反馈，他们物业前几天招了一个临时保洁员，就住在大厦里，描述和30号的情况都很接近，照片因为没有正脸，所以现在不太敢确定。好的，先别惊动他，我马上来。石雪飞到来后，这次就不用话术了
而是直接和保安亮明了身份，并让保安带路，他们要现场去确认。石雪飞给男同事使了个眼色，男同事就抱起一脚，将这木门给踹开了。里面是一个小储藏间，连空调都没有，十分闷热，里面却没人。他人呢？不知道啊，每天他就在这里睡觉的，我们也不会来打搅他，也许是上厕所了。石雪飞马上意识到了，回头就看到走廊里黑影一闪，有人跑下楼了。他下楼了，抓住他！30号，我们是缉捕组，为了你的安全，不要跑了。随着这一喊，那女人跑得更快了，基本确定就是30号本人。因为楼下也有缉捕组人员在把守，这女人发现跑不出去，被逼无奈之下，就跑进了女厕所里，躲着不出来了。你好，我们是都市大逃亡节目组的，请你出来，我们没有恶意，只要验明你不是我们节目组的逃犯就可以了。你不放心的话，还可以打110，让巡警在场做公证。你们不要过来，不要顽抗了，还是配合为好，我们不会伤害你的。然30号并不肯听，还是很激动的挥舞水果刀，现场僵持住了。按理说选手被堵住了，外面全是缉捕组的人，应该会放弃抵抗，毕竟她一个女人不可能再冲出去，这有些反常。现在已经23点50分了，只要再拖10分钟，那就是新的一天，30号到手又能多1天的奖金，目前是1万块。先不要去触怒对方，只要等到过了0点，30号应该会自己投降。是，队长。时间1分1秒的过去，不出意外的话，这件事很快就会收场。然而这时候石雪飞手机里传来节目组领导的声音：想要他。石队长，请尽量在0点前抓住他，有利于节目效果。收到。抓起来。我原以为在这里熬上1周，然后就换个地方继续打零工，熬上30天就可以拿到10亿元大奖回家。我躲在这里，无聊时都把奖金怎么花都盘算好了，结果这才第4天我就被擒了，哎。石雪飞依照这题拿下了30号之后，凌晨回到酒店后，直勾勾盯着天花板，毫无睡意。他在思考如何能抓住炸天。第一次失败是没想到炸天会冒险开警车，第二次失败是没想到他会跳水和游泳，第3次失败是因为他伪装成了女装大佬，第4次失败先是长跑追不上，然而轻信了他的鬼话，被骗去了直升机，第5次失败则是徒步没追上滑板，之后被他用跳楼奇招打了个措手不及。22号层出不穷的能力让我应接不暇，想从能力上封堵基本是做不到了，那就只能用更完善的准备工作来抓住炸天这个狡猾的家伙。每次行动前都要制定万全的计划。22号那么猖狂，估计明天他会自己跳出来的，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每天都会有机会，只要把握住一次，我就是胜利者。作为一个逃犯级主播，节目就要每天推陈出新，否则必会被市场所淘汰。逃犯就是走在钢丝上的职业，稍有不慎就会栽进去，必须要做好每个细节，才能保证笑到最后。我要赚钱赚钱赚钱，给你买榴莲。贾哥，你跑去哪了？我可被你坑惨了。昨天不是喝多了吗？然后从你这里随便找了个妹子微信，加上我就尬聊，还学某个葱油饼发了宝，想你的夜之类的土味情话。结果那边是我的英语老师啊，老师发现是我了，他说今天让我去办公室找他，我估计这学期英语铁定挂科了。这小子也真是个人才，撩妹撩到自己老师头上，不愧为他山大白小生的名号，可见酒精有多害人。这说明你们俩有缘分，你就努力，大胆去追，反正都成年人了，即使校规不允许，那你等到毕业再结婚不就行了？我看好你，加油。说完，炸天就将 SIM 卡取出折断给扔了，并换上了新卡，至此今天又可以高枕无忧的打电话。说完，炸天随便上了一辆公交车，公交车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跋涉，终点站停在了动物园。不知不觉间，炸天来到了爬行动物馆，这里都是蛇和两栖动物类群，这就导致炸天的声望值极其罕见的出现了下跌，这是自开局后的第2次，引起了炸天的注意。不会吧，蛇和蜥蜴就把观众都吓跑了？这都隔着屏幕呢，怎么还能怕成这样？声望值就是属性点，没有属性点怎么变强？必须要改变现状。是否花费1属性点开启驯兽技能？驯兽，如果能把这些动物园的动物变成马戏团一样训练有素的萌宠，那应该很有看点。跑路系统，我需要多少级驯兽技能才能驯了笼子里那条眼镜蛇？至少需要 F 级，开启驯兽大师被动技能后，可以搞定一般小体型的动物。如果达到 A 级以上，可以驯服狮虎、大象等巨兽。用不着狮子老虎，
就升到 F 级。加点成功，驯兽技能升至 F 级，开启被动技能驯兽大师。在通知下达后的一瞬间，炸天感觉自己忽然有种融会贯通的感觉，似乎很懂对面那条蛇的想法，仿佛是来自灵魂上的沟通。小朋友，借你手上的笛子给哥哥用一下可以不？哥哥给你表演大蛇跳舞。不是吧？22号这是要学阿三哥用笛子训练眼镜蛇？这也太夸张了，这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掌握的技能。网上的驯蛇不是说都是骗人的吗？我是不信的，阿三哥确实有人用乐器来训练蛇，但那是经过每天强化训练的结果，不是随便找一条蛇就行。而且22号拿的还是儿童玩具笛子，这就是糊弄人的，他估计是想拍个搞笑段子而已。炸天在用儿童竖笛吹奏简单的音乐调，同时用夸张的肢体语言来与眼镜蛇互动交流。眼镜蛇竟然真的高高昂起了蛇头，而且它还随着炸天身体来回移动，看起来就是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卧槽，真尼玛行诶，这是什么原理？动物园里的蛇怎么还能随着它动？这不科学啊！这一下，炸天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其中有不少人就把炸天刚才驯蛇的精彩视频上传到了网络，还配上了流行的 BGM， 很快在短视频平台上火了起来。不过他的视频却被一位有心人给发现了，他是缉捕组成员之一。石队长，我发现22号了，果然如你所说，他果然在出风头，这次是在动物园。好了，大家准备好，22号不过是之前的运气好一点，我们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全员出发，目标动物园。他们很奇怪，多数膀大腰圆，而且两手空空，这和周围拎包拿伞的休闲游客有明显区别。这是缉捕组到场了，来的比我预想的要快一点，前后退路都被堵住了，看来没办法了，只能绕过铁网闯进猴山里了。22号可谓是我们缉捕组支持，别说这里是猴山了，就是刀山，我们也要闯一闯。兄弟们，干他丫的，他没路走了。放心，我不是来抢地盘，也不是来抢母猴子的，而是一只来避难的同类。我也是一只猴，只是被下面那帮人给拔光，你快把他们赶出去。妈的，这群猴子有毛病吗？为什么专挑我们打，不去打22号？山上几十只猴子，比我们的数量还多，让人望而生畏，想要爬上去，估计脸上要被抓出一个血色渔网吧。如果是几十个人类敌人，还有希望沟通解决，但是这些猴子没有商量的余地，这进退两难啊。先不要上去了，守住下边就行，等待支援。后续还有其他队员分布在动物园各处，现在正在火速赶来猴山的途中，只要把猴山给围住了，不让22号逃跑，那等大部队集合后，炸天就没戏唱了。笼子外边有几个缉捕队员正在赶来，形势对我愈加不利，必须要想办法脱困。既然猴子是我现在的依仗，那么他们就有义务送佛送到西，负责帮忙到底。炸天邪魅一笑，趁猴王不备，一把抓住了猴王的后腿，直接给他甩了下去，而落点就是缉捕组成员最密集的地方。猴王的智商并不高，所以忘了炸天才是罪魁祸首，把因为反抗而弄疼他的缉捕组成员当成了侵略者。于是整座猴山的猴子蜂拥而下，对着下方的队员不断撕咬抓挠，每个人都同时遭受几只猴子的围攻，很是狼狈。我真想我抓住猴子，使劲往地上一摔，用力才几脚，一只猴子就能报销，但自己是出气了，事后赔钱的时候可就痛苦了。这一只猴子不得赔个几千上万，要是保护动物还可能要坐牢。快退，撤退，拼不过啊！等的就是这个机会。22号跑了，快撤出猴子山追！你们头上怎么整的？22号这么凶残吗？为什么把你们弄成这副惨样？受伤的队员先回指挥车包扎，其他人稳住，黏住22号即可，注意提前包抄。不用，我们先抓住22号再说。炸天，这回你没路可走了吧？把手伸出来给我铐上就完事了，你不用跑，我也不用追了，大家都舒服。对于我来说，缉捕组要比黑熊还要可怕的多，相对比4只成年黑熊，怎么看都比你们这群缉捕组可爱多了。拜拜了您。
妈呀，人掉下去了！完了，要被熊瞎子吃了。作为22号的老粉，都选择相信22号。黑熊笼子又怎样？黑熊又没有22号厉害，毕竟黑熊不会偷车，黑熊不会游泳，黑熊不会轮滑。这样一想，22号还占据绝对优势，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之前进猴山也就罢了，这次为了逃跑，居然连黑熊笼子都敢跳，他就不怕黑熊把他吃了吗？禁止队员跳进黑熊笼子，快通知动物园饲养员，以防出现黑熊伤人情况。另外要去出口处等着，防止22号开门逃走。动物园的熊食物充足，因此没有多少捕食的动力，所以只要炸天不招惹他们，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发起攻击。炸天穿过熊岩，到达对面出口，刚打开了门，缉捕组人员已经跑过来了，正好被堵个正着。22号，投降吧，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想让我束手就擒，那是绝技不可能给的。这里看似绝境，不过还隐藏着数个重量级的帮手，那就是院子里的黑熊。这里的黑熊个头和成年人差不多，但体重可要重多了，被园区养的膘肥体壮，它们尖牙利齿，看起来就害人。如果能驯服的话，够这20来个缉捕队员喝一壶的。于是炸天决定放手一搏，开始使用驱兽技能，摇头晃脑的来撩拨这些黑熊，用的是挑衅的动作，这是见效最快的手段，相当于人类之间竖中指。书接上回，炸天打开了铁门，在门口挑衅大黑熊，缉捕组的人看到黑熊冲了过来，马上掉头就走。距离门口还有数米的时候，炸天连忙闪身出了门口，关上了铁门。这22号太损了，居然拿熊吓唬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赶紧派人把门锁上，要不然黑熊撞出来会出大乱子哦。出大乱子还不是他22号搞出来的，关我们缉捕组什么事？为什么要我们来善后？22号从黑熊笼子里跑出来，往那边去了，快追！这小子太阴了。跑路天王炸天一路逃窜，利用游客当掩护，成功躲开数次合围，转眼就跑到了门口方向。然而出口就在前方，炸天却迟疑了。前面看起来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防守，这就很不正常。按照缉捕组的尿性，绝对有陷阱在等着我钻啊！园区里的缉捕组队员充其量就30出头，上次在广场抓我的时候大概有40人，那么还有至少7、8个人没有出现，估计就是守在门口。炸天快步来到鸟类馆的入口大铁门，几秒钟就把门撬开了，然后他冲进去，直奔朱鹮所在区域，抓住一个就跑了出来，直奔动物园大门。果然有4个人蹲守在墙边，手里拿着泰瑟枪，果然是老鹰贝塔，净搞这些猥琐偷袭。小心，这可是牢底坐穿鸟，别伤了保护动物。炸天忽然将2只朱鹮分别向两侧抛去，挡住了缉捕队员的射击路线。老板，朱鹮我偷出来了，你帮我拦着点保安。好啊，原来门口这些人就是偷朱鹮的小偷。你们拉我们干什么？那是22号偷的鸟。我可不管哪个，反正抓住小偷，同伙也是一样。后面又跑来几十人，似乎都是一伙的，就赶紧把园区的大门给锁上了，谁也别想出来。快拨打了110，要将这些偷鸟贼一网打尽。其他队员被保安大爷锁住了，这时候就剩下石雪飞一个人在徒步狂追炸天。两人似乎又回到了前天在赛道你追我赶的时光，不过上次是慢跑马拉松，这次却是冲刺竞速。抱歉。直播间网友看到这激烈的追逐场面，一个个兴奋的打着弹幕，不少人也开了盘口，来赌这次的追逃结果，猜测谁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当然是22号，还用说吗？缉捕组那么大的优势都抓不住他，这回就一个石雪飞，怎么尝试？我看好石美女，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漂亮妞，谁漂亮我就支持谁。楼上 LSP 晚期，建议把锅跟割了，你不更换。是否加强跑酷能力来应对危机？加，不加不是龙国人，给我加到 F 级。跑酷技能升至 F 级，解锁被动特技跑酷高手。漂亮，22号为什么这么灵活？都是1米8多的大个子，我笨得和一节木头一样，他却能做杂耍动作，我们还是同一物种吗？22号再次显露他的一项能力，这跑酷动作帅气呀！我一点都不意外，22号轮滑很好，那跑酷也不会差，都是练习敏捷和技巧性的东西，一门通，门通。然而此时周围情况非常复杂，有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有一对互相搀扶行走的老年夫妇，另外还有迎面开来的电瓶车。这种种的一切让炸天能活动的空间变得非常的小，稍有不慎就会酿成事故。
只要他速度一旦被降下来，几个缉捕队员就会以叠罗汉的姿势将他无情镇压。卧槽，这什么操作？刚才眼一花，发生了什么？电瓶车怎么就和22号擦身而过？我看清楚了，22号刚才拍了电瓶车一下，然后就在空中转了个圈，平稳落地后，脚跟都没挪一下，这帅气姿势放在体操里，绝对是满分的鞍马动作。你不说我还没看出来，刚才确实像在跳鞍马，这也太溜了！炸天不光能跑马拉松，还能参加鞍马项目，一人血书让22号赶快报名奥运会吧，为我国体育事业添砖加瓦。炸天现在蹲地上是在 cosplay 趁死者啊，不能说一模一样，那也算是惟妙惟肖了。我宣布22号就是节目组了神，趁死了神。哎呀妈，太高了，我笑了肚皮疼。一直被追赶，连去路边偷车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被迫继续逃。但此刻我喉咙和肺里火烧火燎，难受至极，看来要和石雪飞商量一下。我们停一停吧，这样跑下去，肺都要跑炸啊！你别想耍花招，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那就没得谈了，那我可不让你了，我要找地方去休息了。书接上回，石学飞抓捕炸天，炸天一个加速，石学飞手里衣锦轻，被拉扯重心不稳就要跌倒。就在石学飞马上落地的一刹那，忽然被一双有力的臂膀给拖住。石学飞抬头便看到炸天那让他无比厌恶帅气的脸庞。你混蛋，放开我！喂，我说你这女人怎么恩将仇报？不是我扶着你，你那吹弹欲破脸，怕是要在地上蹭开花了。好，这次算你帮了我，那我暂时不抓你，让你先跑10秒钟，然后咱们继续。你说的，说话算话。是的，我说的算数。好了，我准备跑了，你开始计时吧。我会默数计时，放心，说10秒就10秒。OK， 那我走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但是我又说不上来。炸天坐在前面停着的一辆电瓶车，然后取出铁片就捅进了钥匙孔，一拧有把手的油门，电瓶车就加速离去。石雪飞看到炸天开车锁的时候，心里就已经大骂他太狡诈了。他很想当时就扑过去给炸天擒住，但他说过的话，泼出去的水可不能往回抽，只能默数10秒，然后就眼睁睁看着炸天离开。眼见炸天骑着小电动车一路远去，石雪飞知道这次的抓捕行动再次失败，而且还是以这么憋屈的方式，他气得重重在地上跺了一脚。这时有一辆面包车停下，车门打开，里面有几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走到了石雪飞身旁。美女，要坐车吗？哥几个带你去玩啊。哼！哎呦，小美女脾气挺烈啊。美女，哥好意在你，你怎么不领情啊？石雪飞正憋着一肚子火，这下有出气筒送上门来了，那他就不客气了。好厉害，石雪飞真是躲带刺的玫瑰，还好22号没有被他抓住，要不然挨揍的就是他了，哈哈哈。这位美女姐姐，我们错了，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吧。我就是想摸一下大长腿而已，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这时候掉队的4名队员才慢吞吞的赶来，他们低着头再对石雪飞承认错误，是他们的疏忽，让炸天再一次逃跑。不用自责了，把这2个人抓住，一块送到派出所去。另一边，炸天骑电动车找到一个监控死角，换了辆4轮车，累了一天了。炸天就先去找了一家澡堂子，美美的洗了个澡，一出洗浴城，感觉自己神清气爽。前几天吃过了海鲜大餐，味道也就那么回事。今天晚上换换口味，山金市的网红美食街，这里汇聚了本地最正宗的小吃，据说一天品尝2样，1个月都走不出这条街，味道棒极了。来山金的朋友们，有空一定要来这家店尝一尝山金辣子面，味道绝对值回票价。炸天正在惬意的享受美食，而他的死对头缉捕组组长石雪飞从下午开始就调查监控画面，他依旧在搜寻炸天的踪迹。今天在动物园，在炸天从猴山跑出来后，没有人去关门，导致猴子全部外逃，有20几人游客被猴子抓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动物园全天休园，买了票的游客全额退票，以及死亡的3只猴子，杂七杂八的算下来，小合计就要赔偿动物园23万余元。石雪飞最终承担了一切，这笔费用先从他们缉捕组的奖金里垫付，这件事才处理结束。他们一行30多名缉捕人员才从派出所放出来。22号，这笔账迟早和你算清楚。队长，傍晚的时候，22号从一个玫瑰洗浴中心走出来了，立即调取周边监控，看看他去了哪里。是。队员们都知道今天他们表现太差，不光让队长丢了面子，而且他们的抓捕过程
更是通过网络传遍了整个互联网。现在他们的第3抓捕组成了22号选手秀操作的背景板，成为全网笑柄。队长，炸天在公园附近的监控中消失，就不知所踪，估计又是在监控死角偷了一辆车，然后逃走了。他下午一路逃跑，体力消耗肯定不小，那么晚上他肯定要大吃一顿。鉴于炸天跳脱的性格，肯定不甘于寂寞，那么他吃饭的地方要么名贵，要么出名，绝对不会随便在一家路边摊吃饭。根据这个思路，石学飞就在网上搜索山金市的高档饭店与各种有名气的美食广场等等。忽然他的目光盯在了网红美食街上，他就带了2个机灵的队员，3个人开车去了美食街。石学飞带着2位队员到山金美食街调查炸天的行踪。石学飞首先来到一家烤鸭店，他没有报出自己缉捕组的身份，而是拿出一个无线话筒，伪装成一个漂亮的实习记者来采访店老板。老板，我看你们店的烤鸭卖的挺好的，你有时间吗？我想采访一下你。有时间。是的，俺家的烤鸭可好吃了，不信你来尝一尝。太谢谢您了，看起来非常好吃呢。对了，您有没有见过我的一个同事？他长这样，我和他走散了。这么好吃的烧鸭，我想把他喊过来一起吃。没有印象，我这一天的客人太多，记不过来的。哦，他可能还一边买吃的，一边直播。开着手机直播的倒是有，好像没有他。说完，石学飞就告辞离开，接着去了对门的面馆。这次之所以单刀直入，是因为这店里太忙了，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他搭讪。你好，我是记者，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没有，我一天见过的客人太多，记不住。对了，他喜欢开着直播吃饭，他这个人就喜欢出风头。我记起来了，他是来吃过，就在20分钟前，他点了1份小碗辣子面，还对着镜头夸我们店的辣子面好吃来着。没想到石学飞问询的第2家店就找到了线索，这只能说他运气爆棚，看来没点绝活，还真的不配当炸天的对手。是吗？那谢谢你。他有没有说其他的？他好像要去别家店品尝美食，应该还在街上吧。石学飞微笑着点头，等转过身的时候，面容骤然转冷，然后对着阿麦通知其他队员，全体来美食街，发现目标。很快，散在全市各处的缉捕队员都朝着美食街集合，开始了晚上的大搜捕。石学飞让队员们扮成食客，分散到各个美食摊位去侦查，先找到目标再说。就在他们搜索的时候，观众们可就兴奋起来了。老规矩，下注，我压22号。总压这没有什么意思，想要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就压冷门，我占10美女一方。网友们在热烈讨论，而此刻的炸天在吃了4、5家的美食后，接下来他要针对性的品尝一些美食了。忽然，一阵烧烤的味道引起了炸天的注意。毕竟烧烤的味道隔着几十米都能闻得到，自然的香气太特别了，馋虫都被勾了起来。老板，来10个串，要10种不同的。好嘞，你稍等。炸天在等待烤串的时候，一扭头，无意间看到了2个特别的人。这2个人虽然看似漫无目的，不过对周遭的美食无感，反而每间店都要进去看一眼，很快就出来了。这缉捕组我是越来越佩服了，这样都能找到我的位置，想来也是石学飞的杰作。如果我现在撒腿就跑，本来没有被发现，一跑就会暴露行踪，所以这时候装作若无其事，悄悄转过身去是最好的。但是我付了款的烤串还没有拿，我有点不甘心，国家都在说不能浪费粮食，我点了的串不能就这样浪费了，所以今天我必须吃到这10个烤串。老板，今天借你的摊子用30分钟呗，我在直播，观众想看我亲手烧烤。这怎么行？我还要做生意呢。商量一下，就半个小时。行，你烧烤手法还行，但不能砸我的招牌，烤的不好的食物不能卖给客人，还有不能把食材带走。放心，我烧烤手法一流，如果客人不满意，我双倍赔钱，卖串的钱也都归你，这样可以吧？炸天借了摊子后，还找老板借了套印有烧烤店的围裙，披上围裙，加上我的伪装，这样就没人能一下子认出我了吧？各位观众，看我如何戏耍一下这2个缉捕队员。2位帅哥，来吃点烧烤啊，正宗的新疆羊肉串。他招呼的这2位缉捕组成员长得5大3粗，有一个还长着络腮胡，和帅哥沾不上边。看来有任务在身，对羊肉串没兴趣，瞥了炸天一眼就转向了别处查看。哎，别走啊，这里绝对有你们想要的。做个逃犯怎么就这么难？明明我都这样暗示了，他们就是不懂，我感觉受到了忽视。要笑死我了！缉捕组抓人的试水太深，你们把握不住，还得找潘叔来。
机捕组队员是来跑龙套的吗？明明22号都暗示到这种程度了，那俩人还没醒悟，就这水平，难怪一直抓不到人。22号能如此优秀，全靠对手衬托。很快，足探的半个小时时间到，烧烤摊老板返回，接替了炸天。炸天本想走人了，这时候他居然在人群里发现了老熟人石雪飞，他带着一个手下，正用如鹰一般锐利的眼神扫视四周。这是一档沙雕大逃亡节目，需要选手扮演逃犯，只要坚持30天不被抓到，就能获得10亿元的天价大书。接上回，炸天在烧烤档戏耍完2个缉捕组的队员，正准备离开，结果正好看到石雪飞带着2名队员走过来。老板，给那位美女送20串羊肉串过去，她问是谁送的话，你就说是她朝思暮想也要得到的男人。哦，明白了，看来这位有钱的帅哥真是有女人缘，就连那么漂亮的妹子都主动来找他，2个年轻人肯定是在玩情调呢。大家再从头搜索一遍，实在不行就准备撤了，估计是惊动了目标，让22号躲了起来。你干什么？姑娘，这是羊肉串，很香的，快趁热吃了吧。为什么要给我羊肉串？是你小对象让我送来的，你懂的。什么对象？我可是母胎 solo 20多年，根本没有男友这种碍事的物件。就是他，那个帅哥一人跑哪里去了呢？这肯定是22号在搞鬼，只有他才会有这么大胆子调戏自己。全体在四海烧烤摊集合，发现22号踪迹。石雪飞当即就跑向烧烤摊位，然后四处观察，希望能找到22号的踪迹。这时候，一个小姑娘来到石雪飞身边，交给她一张纸条。石雪飞知道这是炸天给她的，兴许会有线索，她第一时间打开查看。我为白天动物园的事深表歉意，这羊肉串算是赔罪礼物，还望笑纳22号。给你纸条的人在哪里？他在那边。他在那里，抓住他。Hello， 既然成功的吸引了石雪飞的注意，炸天转身就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行为和渣男没什么区别，都是聊完就跑，从不负责，也不考虑后果如何。于是，新一轮的追逃在网红美食街上展开。石雪飞通过内部通讯频道实时指挥队员过来抓捕，他身后有10来个人，剩下的则从炸天对面跑过来收网，这对炸天非常不利，又是一个狭小空间内的2头围堵。唯一的好消息就是这里人员密集，缉捕队员也没办法展开队形。炸天迎面就遇到2个缉捕队员，炸天是单立孤，想要逃出去就要乱中取胜，于是他就盯上了一旁煮着茶叶蛋的热锅，当场就把热锅抄起来，做出要扬的架势。这2个缉捕队员都是铁血壮汉，平时挨几下拳脚眉头都不皱一下，可是见到这口冒着茶叶香的热锅，他们却都面色一变，神仙也挡不住这么热的汁水，下意识的就往旁边一躲，这纯粹是人类的本能避嫌反应。炸天要的就是这个本能反应，在这拥挤的美食街上，他不可能真的把煮沸的茶叶锅给泼出去，铁定会伤及无辜，所以只是做做样子，回头又给老板放回去，只是动作有些粗鲁，有不少茶叶蛋掉到了地上。你干什么？我的茶叶蛋啊！找他们赔。队长，他冲过去了。不要急，盯上他，前方队员注意，以拦住他为主，不要被他轻易突破。这怎么像是在玩横版过关游戏？22号要冲破重重险阻，最终逃出女魔头的魔爪。害羞了，这不就是真人版马里奥吗？表现不错，继续跑，跑出去哥给你打赏。1、2个队员对22号没有什么作用，必须要靠人数优势了。在前方的队员都会合在一起，驱散人群，封锁道路，一定要把炸天拦住。你们是最后一道屏障了。收到。然后近10人组成的人墙横在街上，为了更有效的拦截，还设置了犬牙交错的2层。其中前排的人负责阻拦，而后排的2个人手里拿出太死枪，找到机会就会开枪。这阵型绝对不是一个人凭蛮力能冲出去的，可谓是缉捕组版的马奇诺防线。哼，22号尽管放马过来吧，这回没有了游客给你提供掩护，看你还怎么逃。前面横着的人墙，而且周围没有一个游客，而且店家外面的摊子也都收了起来，这让我之前乱中取胜的招数没法再用了，想要冲过去似乎就只剩下硬冲。然而面对严阵以待的缉捕组，这样冲过去难度和徒手打出少林寺18铜人阵差不多。等过闯关的时候，后面的20多个追兵就能将我擒住了，看来我只能另辟蹊径了。22号别想通过老子镇守的地盘。书接上回，缉捕组队员在炸天前面组成了一个马奇诺防线。缉捕队员看到炸天忽然低下，
就像埋头冲锋的样子，这让基部队员心里一喜。我就喜欢这样的愣头青。后面的握紧泰瑟枪的扳机，就等到射程到了，给22号一枪。这里地势空旷，目标单一，最适合射击了。然而炸天90度直角转向，冲进了一家店内。炸天脚步未停，直接朝后面跑去。这场追逐战，石雪飞并没有选择直接追上去，而是掉头去开上自己的车。他要提前赶到前方路口去堵截。毕竟无论逃犯再怎么逃，2条腿都不可能跑得赢4条腿，所以最终炸天还是要去乘车逃窜。那么提前布局就很有必要。队长，他往前方菜园路方向跑了，还有500米。好的，我马上就到菜园路，你们注意不要跟丢了，时刻汇报坐标。虽然包围圈即将合拢，但是我一点没有高兴的心思。之前数次要胜利的时候，都被炸天逆袭反转，这次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擒住这个节目组最狡猾的逃犯。后面怎么没了石雪飞的身影？糟糕，他肯定是去前方堵截我了。本来打算在菜园路偷一辆车离开，但看前方的开阔路段，那里隐隐透出危险的气息，还是要换个方向。这是个拐角，炸天转弯之后就混进了一群等红绿灯的人群之中。他忽然下蹲，利用视野盲区迅速换上了烧烤时候的围裙。另外他还将头套也往头上一戴，身体微微驼背，这样身高也有了变化。戴上口罩后就没法一下在行人中发现他了。炸天只花了5秒钟时间就完成了这次的极限换装，等到绿灯亮起，他就混在人群里，一起过马路。一分队继续往前追，其余人去检查马路上的人群。22号很可能混在里面，在这群人里面去找人群中穿着蓝黄色渐变上衣、深灰裤的22号。因为炸天有假扮成女人的先例，所以有位队员连女人也不放过，上去就拉下一个可疑女人的口罩，结果很明显，她不是22号。你有病吧？神经病，快报警，这里有流氓！很快，人行道上就发生数起争执，很快骚乱起来，而炸天则趁着这个机会走到了对面街道的公交站台。这时候有个缉捕队员快步跑过来四处查看，炸天马上就要被发现了。这时候一辆公交车正好到站开门，炸天就走了上去，避开了缉捕队员。队长，我们又跟丢了目标，在周边找了大半个小时，还是一无所获啊。2次逃脱抓捕都是用各种技巧和机制化解，甚至都没有用到最后的肉搏手段，看来这并没有达到让22号山穷水尽的地步。说对吧？22号已经逃出去了。等公交车开过4站地，觉得差不多能甩开追兵，直接就在山金大学站下了车。下车后感觉到腿上开始传来丝丝刺痛，于是撤下装扮跑去了附近的药店。他刚买好要出门时，忽然走过来一个年轻女子，两人对视一眼。原来是你呀！好巧啊，老师你好。你受伤了？和别人打架了？刚才不小心撞门上了，被玻璃划的。行吧，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那赶紧处理一下伤口。他不容分说，就拉着炸天到药店一旁的椅子坐下。然而他蹲在地上，为炸天细心的为他处理伤口。炸天少有的觉得不太好意思，因此一直没有说话。而看直播的网友都激动起来了。哦，课堂一别，又在药店邂逅，这绝对有缘分。22号你要把握住啊！倪老师好有爱心啊！22号快和他组个 CP 吧，想到情侣一起逃亡天涯，多浪漫。不对吧？22号和石雪飞才有 CP 感，这女老师就一普通姑娘，感觉配不上我家22号的样子。反正我喜欢这女老师，要是我当初的老师有这么温柔，我也不至于英语一直不及格。22号你不是什么都会吗？现在教我们撩妹吧，如果你今晚能把英语老师拿下，我给你刷5个大火箭。快点回宿舍吧，以后不要打架，被学校知道还要挨处分，打输了住院，打赢了坐牢，意气用事没有一点好处，记住了吗？忽然感觉有点好笑，像是回到了中学时代，被班主任教训的时候。虽然这位女老师有点唠叨，不过感觉真不错，难得有人肯热心的批评我。好的老师，我记住了，谢谢你为我处理伤口，要不我请你吃夜宵吧。不了，我还要回去备课，你早点回宿舍吧。怎么了？没地方住了？那倒不是，只是没决定好去住酒店还是去住别墅。好，那你要是决定不了的话，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住？
眼前这男人躲避吉普的时候，竟然再次偶遇英语老师。好，那你要是决定不了的话，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个地方住？什么地方？学校的招待所。可我没带身份证。虽然我有身份证，不过不能拿出来，一拿出来登记联网的话，不出15分钟，缉捕组的人就到了。用我的身份证就行。女老师似乎认定炸天是打架跑出来，不敢回去，就带着他来到了学校开办的内部招待所。这里不对外营业，只有学校师生的亲属来了，才能凭证入住。我是服了，22号魅力无敌，我这就刷一个大火箭。网友们显然想错了，女老师为炸天垫上了100元房费后就离开了，她只是外冷内热的好心教师罢了，可不像网友想的那样别有目的。这老师好人啊，我记下了这份人情，等有机会再报答他。炸天当晚就在山大的招待所睡了一晚，这里有 WiFi 和24小时热水，就和普通小旅馆一样，只不过陈设比较简单。这里是3楼，要是房门被缉捕组堵住，还可以选择跳窗，这也是一个出路。作为顶级逃犯，每到一个地方就要考虑退路，这才是我一直能逃出升天的秘诀。要是没点准备，早就被刑侦专家石雪飞给擒住了。一天结束，炸天洗了个澡，就美美的进入梦乡。他是睡着了，不过节目组这边有点不太平，整个办公大楼灯火通明，是在讨论该怎么对付22号炸天。石雪飞今天2次没抓到人，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在查询大量的资料，每一张纸上面都记载了炸天的有关资料，他算是彻底和炸天杠上了，不抓住他不罢休。增加了缉捕组人手还是奈何不了炸天，要不再给缉捕组增派人手。网上已经有意见了，说是逃犯和缉捕人员势力不对等，你们没看回放吗？22号是可以用人海战术打败的吗？几个节目策划都陷入沉思之色，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第3缉捕组有40人，配备太死枪，还有石雪飞这个前优秀刑警，这都抓不住炸天，实属实力上的差距。从22号的表现来看，似乎他还没有达到极限，这是最可怕的一点，谁也不知道22号的极限在哪里，如何才能抓住他。缉捕组是要加强，不过要考虑到影响，暂时不方便再给石雪飞组加人了，万一加了人还抓不住，容易下不来台，还是要从其他方面着想。导演，要不这样，以后没5天过后，就给逃犯增加点难度，或者改变一下模式，这不马上要到第6天了吗？我们就公开22号姓名等资料，彻底废掉他使用身份证的可能。这个加强不起眼，可行。如果这条还无效，那就等第11天的时候，再次给缉捕组加强，到时候看情况再说吧。如果其他组的抓捕任务先完成了，那就让另外2个队长去协助石雪飞，一同对付炸天，说不定新人新气象，那2位男队长能抓住炸天。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炸天马上就会迎来新一波的削弱，只因为他太强了，不削弱的话，其他人没法完了。今天又是崭新的一天，今天去山径郊外玩一玩，主要是这2天都在市区，我都想换换口味。说完，炸天便准备了一下后路，观众们看到他拿出手机，然后又打了个电话，商谈了几分钟。还有几千块，够用了，现在可以出发了。这辆车看着还不错，就你了。22号的偷车技术越来越熟练了，好羡慕他，走到哪里都不缺车用。我买辆车，贷款要还好几年，他倒好，不用花钱，还能想开啥车就开啥车。你们可别羡慕我，我现在是逃犯身份，没法享受任何社会福利，还处处被通缉，这可不是良好市民的人生。你们要遵纪守法，可别混得和我一样，看似风光，但缉捕组一来，不就被撵得到处乱窜吗？报告队长，在城北通往不老峰的道路上发现疑似目标，还是队长厉害，摸清了22号喜欢偷僵尸车的习惯，这样车主很难在第一时间发现车辆被盗，就可以让他钻空子。全员集合出发，发现22号目标地点城北不老峰。书接上回，在石学飞集结队伍出发前往炸天所在区域的路上时，炸天此时登到了半山腰休息区，正在排队参加一项攀岩比赛。欢迎各位观众报名，只要能攀登到顶部顺利下来，我们就有精美礼品相送。用时在5分钟内完成的选手将获赠一部最新款的手机一部。忽然，第2批选手中有一个人刚开始就一脚踏空，从2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按照规定失去了继续比赛的资格。已经等得不耐烦的炸天忽然看到了机会，他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是否消耗一属性点，开启攀岩技能？是的，
直接给我加到 F 级。攀岩技能升至 F 级。